我奶想吃花生酥了，安排我爷等雪停了就出去买去。我说这长手就能烤，折腾我爷干啥呀？完我还做了个茄汁响铃卷卷肥牛，这个太好吃了，一咬还爆汁儿。还有一盘这个广东早茶的沙茶金钱肚，但这俩我奶没啥心思吃，她就惦记她那花生酥。她说这也太酥了，比我的骨质疏松还要酥啊。完今天给奶煲了一锅板栗鸡汤，降点骨架，我这烦着也出不去屋了，在家囤冬喵吧。完炖了半只大鹅，咱说这暴雪都第2场了，再不炖这大鹅没准都怀疑自己了。舅手还做了一锅大鹅炖酸菜烩饭，哎呦我天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我早晚有一天开饭店让你们吃上，顺便掏你们兜。做了一盘烧茄子，还有一盘酱焖黄瓜香，这大油大酱都是给奶抗寒保暖的。然后买了一大块五花肉，蒸了不少山东包子，还做了一盘红烧肉烧鸽子蛋。这蛋是我们同学媳妇怀孕我给买了一箱，完了我奶想吃，我又舔脸要回来10个。这一大块肉是咋来的呢？这是我车堵人了，我着急走，都是大红塑料袋装的肉，我不知道把谁肉拿错了。我想问一手，我那3斤2两的肘子现在在谁家锅里呢？这不像大暴雪了吗？给奶多蒸点包子，给狗弟也囤了不少口粮，这都是趁拼多多美食补贴季抢的，1块钱就能秒杀12包乐事薯片，啥味都有。链接放评论区了啊，赶紧掏他一手。我说给我弟留俩包子，我弟说拉倒吧，先保你爷吧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里脊、茄卷牛、鹅酸、茶肚、山包、鹅酸饭、烧茄、酱架、焖鱼、红蛋、花酥。天一天比一天冷了，我们本着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的原则，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暖办法，就是这玩意儿要想暖和呀，还得是贴着肚皮呀。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手工鱼丸居然能做得像手打牛肉丸一样有弹性，而且汆的汤还特别鲜美，那看的可给我馋坏了。我寻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我们折腾了2天，试了好多种鱼，做出来的丸子又腥又面，都不如外面卖的那不放鱼肉的鱼丸好吃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说这鱼丸要想又鲜又有嚼劲儿，必须得用肉质紧实的海鱼，而且得是活鱼现杀。所以我去买了100多斤斑鱼，到家就给他们洗上养了。至于能不能确保每一条在收拾的时候还是鲜活呢，那就得看运气了。毕竟家里设备有限呢，只能临时拿浴缸当鱼缸用，拿老嫂当老磨使。然后按片里讲的，这鱼在处理完之后得用饭勺刮它的鱼肉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留肉的胶质，并且避开那些不想要的部位。但是我们没买着那种刮鱼肉专用的勺，就在家给饭勺开了个刃。但即便是这么锋利的勺，那鱼肉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刮，刮到最后手都抽抽了。但更绝望的是，这鱼的出肉量还特别少，160斤的鱼就刮出30多斤肉，那鱼头和鱼骨都快给我们吃吐了，天天上顿吃完下顿吃，甚至就连我们家的饮水机里都能随时打出一杯热乎的鱼汤，我真是服了我。后来实在吃的太腻了，就寻先吃点水果换换口。正好最近拼多多大力支持农产品，试吃专场新鲜水果很多，我抢了几箱5斤3勾级的车厘子礼盒，个大饱满，脆甜可口。趁还在季节，我找官方申请了1万份3勾级礼盒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能点开就说明还有名额，填个收货地址就有机会，你们也赶紧去抢一份吧。然后这些鱼蓉还得再捶打成肉泥，再放盐给他们搅上劲儿，一直搅的这样特别粘手的状态。就这么干下来，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基本买不到纯手工的鱼丸。要但凡谁家动一点量产的心思，那全村一起做棺材板可能都供不上他家。不过这么做出来的鱼丸真的非常有嚼劲儿，吃起来又脆又弹牙，而且我用性命发誓，我只放鱼肉和调味料了，一点淀粉我都没放。这个鱼丸汤真的巨鲜，丸子也真的能像牛肉丸一样当乒乓球打，但就是造价高了点，这一粒鱼丸的成本都要合到8块钱了。不过这么鲜美的鱼丸汤对东北口味来讲其实有点清淡，所以我们留了一半串串了，还刷了点夜市铁板鱿鱼的那个酱做成炭烤鱼丸的。这鱼丸现在可真绝了，它原本就是又鲜又弹，现在外表烤的焦脆，然后还刷了一层酱，吃起来满嘴留香。而且我们做这个鱼丸啊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哪怕放眼全世界，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的手工鱼丸里能吃出这样一整片的鱼鳞的，我真是酸 Q 了。我这身体啊楼了。我昨晚上睡觉翻身把腰闪了，上医院检查，当时喜提一个腰间盘突出，我寻这完了老年病了。完大夫说你别那么想，你这挺板着呢，是不是老打球摔的呀？然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我这半年最大的剧烈运动应该就是颠大勺了。
我现在呀，走道一瘸一拐，加速只能靠甩。先跟奶做了份白切鸡，还做了个金针菇茄子煲。我家楼下卖猪酱的小子已经开始研究换车了。今天中午我们哥俩伙食饭是茄卤面条，还有半根麻辣腊肠。我理疗的时候，旁边那船呢秃噜打卤面，哎呀妈，给我馋完了，还给我奶做了一锅大丰收。卖肉大哥问我说：“你吃还是你奶吃？”我说：“我奶吃。”他说：“那我给你多炒2块，这么吃香。”这个市场啊，我奶一次都没去过，但是卖肉的没有人不认识我奶。然后做了一锅灌焖虾仁，蒸了点黑胡椒牛肉粒馅的包子，还放了点杏鲍菇粒。你信我的，这比那个奥尔良鸡腿包还好吃。做了一锅腌笃鲜，图省事儿都弄电饭锅了。还做了一个我妈真传的油麦菜蘸花生酱。完今天没劲儿炖肘子，我就拿肘子原汤给我奶炖的白菜粉条，还放了一罐肘子罐头。完我姑听说我这光荣事儿之后，携我姑父来看我一手，还顺道吃我2包子。完吃饱了说要走，我说我炖粉条，你不打包1盒啊？然后哈尔滨淀粉女王说：“那我等一会儿吧，我也不是馋粉条，我现在帮你观察观察。”来吧，尝香的煎鸡、茄宝、白鸡、花油、罐羊、腌鲜、肉粉、黑牛包、大收。我这个熊样的就没上我奶奶去。我弟回来学，说奶吃的贼开心，但是也表达了一点担心，说这孩子年轻轻的腰老不好不行啊，要不你把我这家伙事拿过去吧。我这个吧，他起码他有个变锁。哎呦我这锅有点东西啊！又是一桌只有盆的东北家常饭。我哥看我在家铁锅炖2000多公里打个飞机回来的，我做这一桌子花了300多。我一看他那个机票4800多。他点了一桌东北菜，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我说这哪个也不值4000多呀，你最想吃啥呀？然后他喊出了5个大字：酸菜炖骨棒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！铁酸骨、煎干、溜肉、猪条、糖柿、流月、大茶、第3锅包、东大饭，又是一桌子只有盆的饭。这在东北就是一顿普普通通的家庭小聚。铁锅炖的精髓就是骨棒啃完了，我还能把它变成川白肉。我那年薪100万的哥看着这5花肉片子飘起来的时候，眼珠都直了。我姑就在那门头涂了粉条子，真不愧是哈尔滨淀粉女王。我大哥说不白吃你饭，带了不少水果和2盒猫山王榴莲月饼。月饼是先锋水果做的，他这门店我感觉在全国赶包铺多了。这个月饼是真材实料的猫山王榴莲果肉，人家卖水果呢，没必要整那个香精防腐剂啥的，对不对？就像那鸡汤，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加鸡精的呀。看我二哥这饭包打得多专业，我说你有这手艺出去摆摊得了。他说这算啥，我吃起来更专业。我大哥说一定要来一碗大碴粥啊。他说他们那地方只有一个浴池的自助餐能喝着，他想喝还没法总去，因为不好跟我嫂子解释。完了，他吃完饭要打包，我说过安检之前还能吃一口。我寻思闹着玩呢，结果他真是特意回来吃饭来的。我爸一听都懵了，我爸说你不是他哥呀，你是我大哥呀。他说我他妈给你拜个早年，你赶紧回去上班去吧，哥。哎我操，这也太绿了，这扒皮太他妈费劲了。做什么老做咸菜干啥？上回来找你那同学挺好看的，你给他带带呗。你上次做那黄瓜条，我妈说挺好吃，她还问我谁做的，我说是我对象做的。你哪有对象？你这不跟你妈撒谎吗？哎呀，你个老直男，你走吧。怎么跟你爹说话？哎，你说这小姑娘跟他妈还吹牛逼，操！我们最近呢，熬夜熬的实在太多了，老嫂们明显气血不足，姨妈来都不准时了。所以纵然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到底还是对自家兄弟下手了。我搞了一张40多斤的驴皮，寻思在家做点阿胶糕吃，但没想到上来就是逆风盘。这驴活的时候可能一辈子没啥愁事儿，那毛发异常的旺盛，完了还特别不好往下退。我们试了很多工具，最好使的是刮眉刀，但真的太慢了，从天亮刮到天黑，整整12个小时，我们才刚干完第一步。这活算是到现在为止的史上最难了，就别说史上了，我怀疑我祖上都没人遭过这个大罪。然后这驴皮焯完水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反出了一层黑的杂质，而且特别难去掉，就我的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，但是在处理驴皮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削都削不动。这比刚才刮驴毛还变态，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让人绝望了。真的，我来到这美丽人世间也1万来天了，我感觉我从来没这么绝望过。就这个驴如果有在天之灵，我特别想发自内心的跟他说一句，咱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，哥们儿。
干了一天一宿啊，我们居然刚干完的准备工作。然后《本草中国》里讲，这需要熬9天9夜。我寻思那就别着急了，正好这2天有空，先把福利发了。这赶上年终了，我知道大伙都有需求，和官方申请了1000台全新正品的苹果13，都打包好放评论区了。只要链接在，就说明还有库存，朋友们赶紧冲啊！然后这驴皮熬到第5天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环节里没啥活呢，但这2天突发状况太多了，整的人都摸着了，睁眼睛厕所都不上了，就惦记驴皮。然后这些驴皮一共熬出了将近5斤的阿胶，据说加工成阿胶块，这些东西能值上万，但这钱谁爱挣谁挣去吧，我肯定是不挣了。再熬下去啊，阿胶是值钱了，我可能也变无价了。后来这爹成型的时候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整整干了8天呢，从干到吃上，这完全是一个气血对冲的过程。要不怎么说阿胶是熬出来的呢？我发现这动词放这儿可太合理了。等这些吃完了，要再想吃，我肯定出去买去。外面卖的最多就是阿胶少、营养少，没啥别的毛病。但要说再让我拿驴皮熬一次呀，那整不好人都给熬没了。今天又出来赶大集来了，这年味儿还得是东北大集呀。今天猪肉还是100块钱1斤，前槽后抽肘都这价，白骨是18到20，买一扇300多块钱，过年就够了。今天瓜子便宜，才5块钱1斤，我看个头也挺大，而且现炒的贼香。今天有卖冻草莓的，冻草莓、冻桃都是6块钱1斤，一样买点回家就能熬一大锅罐头。砂糖橘是10块钱3斤，而且各包各甜，这一车1000来斤，3小时卖没了。我今天真没咋买，因为我蹭了不少试吃。大哥尝一个行不行？行。我再拿俩走啊。然后大集吧，每次都有点出其不意的东西。这最近多火呀！勾践球牌大骨头，这么长嘴的鱼长这么大，我真是头一次见。还有卖下蛋鸡的，25一只。我卖的人说这一天能下1个蛋。这个是荷包鲫鱼，这玩意儿有意思，它这肚子非常鼓，但是看不出来是油还是籽，反正是油就窝囊了，是籽就掏上了。但这玩意儿在大集上出现，我觉得是市场偏差。真的，你看这玩意儿进商场，他妈当代年轻人掏不掏迷糊你？完卖羊肉的哥们给自己烤了几个串儿，哎呦我给我馋完了。我们也买了点吃的，找个小铺坐下了。这属于是东北大集的 brunch。完我弟那刷得物，寻过年买个新鞋，结果他发现了一个春节胡牌活动，就是在得物上干麻将，完胡牌就能抽奖品，最高的是6666的优惠券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赶紧上来摸吧，朋友们。我太了解你们了，就年夜饭可以对付一口，但要打麻将上不去桌，那得刺那一宿。然后买了点淀粉肠和彩色虾片，这都是家里小孩过年最惦记的。今天买东西这个物价又给我惊着了，大塑5块钱一瓶，这个5升的果汁15块钱，桃味还挺浓。然后这个是腿里的杨枝甘露，你别说味儿不错，鲜的鸡胗和鸡心还冒肉气儿呢。8块钱1斤沙丁鱼，买一袋回家做茄汁罐头。然后今天冻货买太多了，它抱着冷啊，我们就决定空出一个人坐30公里线车回家。最后产生的幸运儿是枸杞，能看得出来他很快乐。我奶今天让我爷让早市买几个老式的小面包，但现在哈尔滨下大雪呢，我爷就说这天人家不能出摊儿。我奶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，你不去看看你怎么知道呢？完了老头就找了1个多小时，顶着一身鹅毛回来了，说那鱼真没来。我奶说你看没看见，就你给我降2分钟，人都收摊了，你明天你心里有点数，你早点起来去吧。今天又给我奶炖个大肘子，前2天不包的肘子包子吗？但我奶说今天想让肘子纯粹一点，还做了3丝爆豆，95的油都要涨到9块了，要不是为了捞我爷，我真舍不得使这么多油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蜜汁烤肋排，这排骨给我奶吃高兴了。我奶说你这个菜啊，属于是麻雀吃了牛屁股啊，确实牛批。我奶最近血糖比较稳定，这烤牛奶、奶酪棒、芝士条，隔2天就来一顿。还做了把子肉，我是第一次做这个菜，我决定以后有它就不吃扒肉了，真的特别香。完我跟我奶说，这玩意儿好像跟刘关张拜把子有点关系。我奶叹了口气，自己在那捣鼓，哎呀，生不逢时啊。来吧，香香的3道广汤、汤肘、烤奶、蜜排、虾花、牛竹、老包、把肉。我奶现在热衷于跟老同事分享每天的菜谱，只要我来，每天晚上8点半电视剧都不看了，非得给那个老同事打电话讲讲他今天都吃了啥。这老同事也挺有意思，总喊他来吃饭，那可能不太好意思，一直也没来，天天就在家跟老伴煮饺子，完了没事听我奶给他讲肘子。他原话在哈尔滨你是属于最有福的，在全国你也数着着。那你看人全国能有，主要是全国没有几个80多岁像你嘴这么壮的。对呀。